一整个上午我们的航行都比较顺利，天气很好，风平浪静，就是太阳有点热。我后悔没有带上几片树叶，浑身都有一种灼烧感，火辣辣的。坤坤热得呜呜叫，他和大黄都想钻到我的铁桶里面，但被我拒绝了，因为这里面是我们接下来的淡水资源，我只能偶尔抄起海水洒在他们身上降温。我看了看我们出发的地方，方向没变，已经在海上漂了一上午了，但是我感觉总行程1/3都没到。其实，在大海上就是这样，你感觉距离某个目标很近，但实际上却远远相隔。下午的阳光稍微好了一些，没有那么热了，但是海面上却刮起了一些风。以前看资料，操控木筏或者帆船的时候，要根据风线的形态进行方向的调整，如果不调整角度，轻则倒退，重则翻船。但是我造的这艘木筏重量大，加上还有一头熊，所以小风浪还是很稳定的。我遥遥望去，还能看到我之前住的岛屿，而目标地方也能看到一些远远的轮廓。是的，那里果然是个小岛，人鱼没有骗我。因为今天的风向不错，所以到了傍晚，我终于快抵达这座日思夜想的小岛。不过因为下雨，我的视线很糟糕，我不知道这座小岛上有什么危险，所以我不敢贸然登岛。万一这座小岛上有狮子、老虎、毒蛇之类的，冒失上岛的话，可能会直接变成外卖上门。我找了一块有礁石的地方，准备今晚就在木筏上过夜了，等明天天亮了再下去。天还在下雨，我很后悔没有在木筏上建一个挡雨棚，我还是太缺乏经验了。这个夜晚异常的难熬，我抱着坤坤取暖，天终于蒙蒙亮了，我的视野开阔了起来。这座小岛并不大，仅有我的那座岛1/3，并且没有大片的沙滩，看上去很荒芜。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。这里也能住人？我拿着斧头跳下木筏，走向海边。坤坤和大黄也跟在我身后。这座小岛也太荒凉了，如果我当时飘到这里，很有可能活不下去。那是什么？这里居然有一个木屋，想来这里有人了，会是谁呢？我连忙过去敲门，但可惜的是没有回复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喂，我是人类，你是安全的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我们是同类，你快开门啊！我在门外大概喊了20多分钟，没听到木屋里面有什么动静。我想这个人肯定出去了吧，于是我就在这里生了火，等待着这座木屋的主人回来。大概到了半夜，我听到木屋后面有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，顿时站了起来。我想可能是木屋的主人回来了吧。我伸头过去看，发现他居然拿着个棒子准备攻击我，幸亏我躲得快，不然一棒子下去肯定会被打晕。坤坤见到这个情形，立即冲了上来，大吼一声，那人吓了一跳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我连忙挥挥手阻止了坤坤，坤坤不要攻击他。坤坤很听话，又跑过去烤火了。我把他拉了起来。喂，那个什么，你能不能别哭了呀？大男人哭哭啼啼的，刚才我差点被你用狼牙棒砸到，也没哭啊，哭个啥？你不知道啊，我在这里1年多了，渴了就喝冷水，饿了就吃水果和生肉，我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人了。哦，那你叫什么呀？你为什么会在这座荒岛上呢？我叫华老三，之前是一名导游，遭遇海难的时候，我抢到了一个救生圈，于是随着海浪就飘到这里了。是你，是不是参加荒野求生活动，送卫星电话和10万元奖金的节目组？我是刘飞啊，太好了，你的卫星电话在吗？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国界吗？有没有办法联系外界？原来是你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以为咱们这一群人只有我活了。你稍等，我去屋子里给你拿点吃的。原来是他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给我们签合同和保险的那位华子，那田浩和其他人是不是也会流落到其他小岛上？对，一定还有生还者。刚才给你的是椰子，你怎么不吃啊？这可是我为数不多的好食物啊！一会吃。对了，华子，你既然抢到了一个救生圈，那其他人呢？你知道吗？他们在哪里啊？其实流落到这个荒岛上的不止我一个，船长也在，还有一个叫田什么的。只不过他们在第1个月的时候就死了。他们2晚上出门打猎，被毒蛇咬到了。等他们回来的时候，伤口都发黑了，嘴巴也变黑了。我给他们放了很多血，但最后还是死亡了。于是我就把他们埋在了海边。什么？田浩死了？我的好朋友死了？哎，如果当初不是我拉着他来参加这个活动，他也不会死了。你怎么了？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很悲伤的样子？哎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遭遇这场海难，谁也没想到，我和你都算是比较幸运的，最终还活了下来。对了，你是怎么过来的？还带着一头熊和一条狗，他们哪来的？而且好像很听你的话啊。这个熊的故事就长了，以后我慢慢跟你说吧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前几天遇到了一条美人鱼，她说这里也有一座荒岛，岛上还有人，于是我就自己做了一个木筏，乘着木筏过来的。哎，算算时间，我在那座荒岛上也生活了1年多，时常感到孤独寂寥，也差点疯掉，可能是苍天怜悯吧。我遇到了坤坤，还有这条大黄，我还养了蜜蜂和鸭子。来，你吃一些我带的这个。这是什么肉啊？这是我之前做的烤鸭，上面放了蜂蜜和花椒，你试试看。我都有1年没吃到鸭肉了，太好吃了！
你还有吗？一个人饥荒久了，不能胡吃海塞，不然容易出问题。那个什么，剩下的我放在登录点了。今天天色也不早了，只能明天去拿了。你平时都吃什么呀？我平时主要就是芭蕉和苹果，还有椰子，偶尔吃一些烤昆虫。难怪刚才一个鸭腿3秒钟就吃完了。天天吃这些东西，谁也受不了。也难为这个叫华子的能在岛上活这么久。那你怎么不去捕鱼呢？这里海滩上应该有鱼啊。哎，试过。船长和小田之前没死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和船长做了一把鱼叉，尝试潜水抓鱼，可没想到远处游来了一只鲨鱼，吓得我们小船都翻了。不过幸好最后我们逃了回来。从此以后，我就不敢去捕鱼了。那天晚上我和华子借着篝火，相互诉说了很久，一直持续到了后半夜，连续很久的紧张得到放松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。清晨，我醒了过来，昨晚睡得很安稳，身边终于有了活人的陪伴，并且在他的口中，我知道了这座小岛上并没有大型的猎食动物，所以连带着心情也好了很多。这家伙还在睡，也不知道几点了，叫醒他吧。华子，怎么还在睡啊？起床了。哎呀，我这1年多都没睡过这么安稳的觉了，真的太舒服了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坦白说，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好主意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行，那咱们就先一起回我的小岛吧，那里面积大一点，食物更加充足，而且我的木屋也更加舒服。好，那我这就去收拾。我这里还有不少值钱的东西呢，有安全斧，还有一些塑料瓶。你的木筏能装得下吗？应该差不多吧。你昨晚不是说之前你和船长他们也做了木筏还是船来着？咱们将你的木筏和我的木筏绑在一起就可以了。走，我去帮你收拾收拾。我们要准备出发了，还有什么东西没拿的吗？否则一旦起航，咱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。咱们出发吧，东西都收拾好了。不对，等等我，我去和船长告个别。船长，还有田兄弟，再见了！我要和刘飞一起离开这座小岛了，我会永远记得我们之间的友谊。好了，咱们可以出发了。本集播放完毕，请您点赞、评论、分享，下集更加精彩。华子，这就离开小岛了，会不会舍不得呀？没有舍不得。尽管我在这座岛上生活了1年多，这座小岛上虽然没有大型猛兽，但是有猴子，有几棵苹果树。我去摘的时候，猴子捡石头砸我，被砸了好多包。现在想想都觉得气人。你说这人落魄了，真的连猴子都不如。哈哈，这么说你跟那群猴子们打过，挺厉害呀。不怕坦白告诉你，是和他们经常打架，不过从来没打赢过。你知道吗？有一次我在岛上隔得很远，看到了一艘船，也有可能是军舰，但是距离我太远了，所以尽管我大喊大叫，也没有人注意到我。但也只有那一次看到过。你见到过没？我没有见到过，不过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呀？在什么方向？我想想啊，对，应该是在大半年之前，不过也就那一次，远远的看到了，后来就再也没有发现过。好吧，休息休息吧。如果没有特别的风向，傍晚左右，我们应该就能登陆小岛了。糟了，这是鲨鱼，刘飞，这是鲨鱼，我之前就告诉过你。我的天了，现在怎么办？快想想办法啊！这条鲨鱼应该看到我们了，怎么办？现在还在深海区，我们不会死吧？没想到这里居然还有鲨鱼，之前也没遇到过这些东西。如果鲨鱼只是路过的话，倒是无所谓，就怕它盯上咱们了。不行，咱们就丢点东西下去喂鲨鱼。哎呀，没想到还挺奏效的。这鲨鱼也吃烤鸭吗？不知道啊，不过就算不吃，应该也会看看吧。看来咱们有麻烦了。什么意思？你看那边。我的天了，怎么这么多鲨鱼？鲨鱼群来了啊！怎么办啊？有了，鲨鱼一般会追逐血腥味。刚才我丢鸭腿的时候，鲨鱼会跳起来吃。咱们现在有2把斧头，这样吧，一会你负责丢鸭腿，等鲨鱼跳上水面的时候，我一斧头丢过去，只要击中了，鲨鱼就会流血。一旦流血，整个鲨鱼群就会攻击那只流血的鲨鱼，而我们就安全了。事不宜迟，现在就动手。好啊，击中了，漂亮，你太帅了。好在有惊无险，我们躲过了这次鲨鱼群的进攻。这场面着实让人心惊胆战，可能是运气比较好吧。一路上都风平浪静，到了傍晚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我的小岛。那个什么，你要是还想吃的话，
再去抓一只鸭子来吧。不过也就只能再吃一只了，等它们繁殖多了之后咱们再吃。明天我再带你去抓羊，如果能圈养的话，那以后咱们就有羊肉串吃了。还有，明天你还要搭建一个木屋，今晚咱们就先挤一挤吧。我再去抓一只来。啊！救命啊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熊，有熊！哦，这个熊啊，这个熊是坤坤的妈妈，不用怕，它肯定是来看坤坤的，它不会咬人的。这就是那个你说的偷你螃蟹那个熊妈妈？是的，你怎么被吓成这个样子啊？哈哈，没事的，咱们继续去烧烤吧，吃饱睡觉，明天咱们有一个大计划。刘飞，谢谢你，要不是撞大运碰到你，我还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呢，更别提能吃到美味的食物和安全的住所了，真的是非常感谢。如果以后咱们能活着离开这座岛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看你说的，以后咱们俩就要互相照应了。欢迎你来到我的小岛。大恩不言谢，以后我就跟你混了。对了，刘飞，你昨晚说今天咱们要整个大计划，是什么大计划啊？咱们现在2个人就可以明确分工了。比如，咱们今天要去砍树给你做木屋这件事，咱们可以2个人一起干，也可以1个人干，另外1个人就负责去赶海找些食物。这么一来的话，效率就会提高很多。另外，咱们现在2个人也可以去探索小岛上更多地方。走，咱们先去砍树，其他事情咱们可以详细计划一下。好，听你的，我去拿斧头。这就是我的木屋吗？比我之前那个小岛上的庇护所好1万倍啊！哈哈，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。走，我们去海边赶海去，中午咱们吃烧烤。我的天啊，你的这座小岛资源也太丰富了吧！到处都是生蚝和大螃蟹，这么大的螃蟹去外面买，至少也要300-500啊！是的，这座岛资源还不错，足够我们生活了。走吧，这么多古2蛋应该足够我们吃几天了。刘飞，你说吧，咱们怎么干？你声音小点，别把羊给惊走了。据我观察，这群羊基本上每天都会来这里吃草。看到那边的路没？咱们去那边挖坑，做几个陷阱。完了之后，我们再悄咪咪的溜回来驱赶它们。等羊落入陷阱之后，咱们就可以捕捉到了。事不宜迟，咱们立刻行动。华子，我现在过去驱赶那些羊，你在这里待着，别动。等羊快靠近的时候，大喝一声，它们就会慌不择路了。到时候咱们再进行捕捉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因为场地不够用，所以我们在木屋沿边的地方加长了一些栅栏，在这里做了一个羊圈。华老三，你看这羊干嘛？这羊刚抓到的，是咱们圈养的，你可别打心思，以后抓的多了，再吃也不迟。我知道，我没想吃，我给它起个名字，那只小羊就叫妍妍吧，刚好是我初恋的名字。行，不管你，干活吧。今晚天黑之前把羊圈给它加固完成。华子，你说咱们同行的那一批人，还有其他人活着吗？不知道啊，或许吧。如果他们也飘到小岛上，那还有生还的机会。咦，刘飞，你看那是什么？海面上怎么会有一个光点，而且还在移动啊？不会是海怪吧？不是，只是太远了，看不清楚。我们去那边的岩石上看看。是军舰，喂，有人，这里有人，救命！喂。那天晚上我们见到了一艘军舰，也有可能是潜水艇，但是很明显，他没有发现我们，让我沮丧之余又有了一丝喜悦。本集播放完毕，请您点赞、评论、分享，下集更加精彩。兄弟，你也不用难过，这种事情我也经历过，他们距离得太远，听不见也是正常。我提一个建议，你看看中不中？什么建议啊？飞哥，通过这件事，你想，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咱们在岛上，所以我想，咱们不如明天在荒岛的沙滩上把求救信号写上去，写大大的。这个主意好啊，那咱们就这么办，而且下面这块沙滩就可以。好，我也觉得这里的视野很开阔。在海边发生的事情一直在我的脑海中闪现，让我久久不能释怀。那的确是一艘军舰，如果当时他能发现我们就能离开这座小岛了。其实不瞒大家，如果没见到还好，现在见到真的让人难以释怀。飞哥，你觉得这样会有用吗？试试吧，虽然我感觉效果也不大，不过如果真的船靠近或者有飞机飞过，他们可能会看到吧。这样一来，咱们就有机会了。怎么好端端的天气忽然就变了？不知道啊，在岛上也没见到过这种天气。飞哥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不好，是大风暴。华子，还记得我们当时乘坐的那艘船吗？当年也是这种风暴，台风。走，快跑！
坤坤，去那边把鸭舍打开，让鸭子们出来。有强台风来了，我们要赶紧走。这场风暴来得非常突然，突然到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准备。我和华子一路奔跑，过程中大黄不知道去哪了，只有坤坤跟在身后。外面暴雨连绵，整个岛上可见度非常低，天空也变得阴霾黑暗，就像世界末日一般。华子，你见到大黄了吗？大黄怎么跑丢了呀？你和坤坤在这里等着，我去找找看。哎呀，飞哥，台风这么大，你怎么找？大黄是狗，它跑起来比我们快得多，没准它自己找地方躲起来了。要是你出了意外，那就完蛋了。等回头风停了，咱们再去找吧。现在视线这么差，你想找也不一定能找得到。咦，你看那边有个山洞，咱们过去躲躲雨。行，那咱们过去吧。坤坤，你可得跟紧，不然一会台风来了你就惨了。大黄已经丢了，你可别再丢了。哎，可算是进了山洞了。外面这阵风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。刘飞，你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了没？好像是有一点霉菌加上臭臭的味道。不过这里是山洞，常年不通风，应该也算正常吧。咱们往里面去一点吧，顺便生个火烤烤衣服，浑身都湿透，难受极了。说的也对，这个洞口看起来还挺深的，也不知通到哪里。看看就知道了。坤坤，赶紧跟过来。飞哥，那个是什么？不清楚，但是从坤坤的表现来看，不是坤坤的妈妈，就是坤坤的爸爸，要么就是坤坤二大爷家。咱们来到坤坤家了。吓死我了！刚才那个熊，我感觉一巴掌就能把我拍死。飞哥，咱们还继续往前吗？我觉得咱们还是退到入口的地方吧。虽然这个熊认识坤坤，但是这毕竟是他们的领地，动物的领地意识都很强，还是悠着点吧。好，听你的。当时的气温很低，我们浑身又湿漉漉的，喷嚏不断，所以我想告诉所有的户外爱好者以及探险者，千万不要看很多猎奇的视频，觉得好玩就虎头虎脑的跑到野外，其实那特别危险。网上那些视频都是节目效果，在你看不见的镜头后面，帐篷、睡袋、火炉、食物、手机样样都不缺，但真正的荒岛生活只会让你感到绝望。那请问刘先生，这场雨一共持续了几天？你们后面又发生了什么？我清晰的记得，这场奇怪的暴风一共下了2天，我们又冷又饿，还是坤坤妈妈扔出了2条鱼给了我们，这才让我们度过了这段饥寒的日子。而雨停了之后，我们便离开了山洞。飞哥，我有点想哭，我们的心血都没了。哎，最起码我们还活着，还有坤坤陪着我们呢。尼玛，老天爷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啊？按照这个破坏力，这阵台风至少有12级以上。哎，咱们能逃回1条命，已经很值得了。找找看看，或许有些能用的东西。飞哥，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？什么都没有，一切都被台风刮裂。华子，这样下去可不行，我们需要去更高、更安全的地方搭建安全屋，否则如果再遇到这样的天气，我们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好运了。飞哥，听你的，如果不是你接我过来，那座岛上我可能也挺不过这场暴风，你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。小岛西南边我还没有探索过，咱们去那边吧，那边应该也有沙滩，咱们就沿着海岸线一直走，顺便看看会不会捡到一些东西。飞哥，你怎么停下来了？来，华子，你过来。怎么神神秘秘的？华子，你对农作物熟悉吗？我老家农村的，肯定熟悉啊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？土豆！卧槽，这是土豆？是啊，我的花椒就是在这里找到的。刚才走过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些植物看起来就很像农作物，没想到咱们居然真的找到了。这的确是土豆。这下好了，一场台风居然让我们找到了土豆，以后咱们再也不必为吃的东西犯愁了。没错，土豆的亩产非常高，那咱们立刻把这些土豆都挖出来吧，拿一些出来吃，剩下的一些咱们当做种子。于是我和华子便将地下的土豆苗全部都拔走了。后来呀，我们找了一处有水源的高地，决定就在这里重新建造一间屋子。因为之前的木屋的抗震性太差了，所以这次我准备和华子和一些泥土做土房。于是我们分工明确，白天我去砍树或稀泥，华子去给咱们的土豆种植和浇水。半个月后，我们的房子建造好了，菜地也开垦出来了。华子，土豆浇好了吗？回来吃饭。好，马上就回来了。自从搬到这里之后，晚上我就不带坤坤睡觉了。有一次我看他偷偷的溜出去，和另一头狗熊玩耍，应该是一头小母熊。
结果这家伙爬了半天也没爬到小母熊身上。小母熊一脸失望的走了。从那以后，坤坤也不爱搭理我了，整个熊看起来一点都没有精神。我知道坤坤是长大了。这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，忽然听到一阵滋滋的声音。当我起来之后，发现华子也起来了。飞哥，你也听到了奇奇怪怪的声音，滋滋滋滋的。是一只鼠，这山上怎么会有鼠呢？本集播放完毕，请您点赞、评论、分享，下集更加精彩。不知道是什么鼠，看个头还不小呢。卧槽，这老鼠在偷我们的土豆！我说这2天怎么土豆变少了？咱们吃的没那么快啊！不是吧？居然敢偷我们的土豆，大胆！不行，咱们明天挖个地窖，把土豆什么的都放到地窖，应该就没事了。也行，但是飞哥，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。你看哈，这些鼠偷我们的土豆肯定是为了吃，那他们会不会也收集其他东西啊？如果我们能够跟着这些鼠找到他们的老窝，岂不是可以找到更多的东西？没准是种子之类的。你要知道，动物的嗅觉比人类要灵敏得多呀。好主意，华子你还挺聪明的呀。那咱们怎么跟踪他们呢？这个我知道，我在做导游之前是电台工作者，经常能看到抓老鼠新闻，所以鼠类打窝一般都在树洞里面，估计离咱们这屋子也不远。我觉得明天白天咱们带上家伙事，在附近转转，没准就有收获。既然这样，那明天白天咱们爬树洞去。华子，你到底知不知道啊？我们这都找半天了，也没找到鼠窝呀。应该不会错的，咱们再找找，应该就能找到。好吧，那咱们再往前走走，实在找不到的话，等回去的时候，咱们就整个地窖。找到了，飞哥，你看这里有个树洞，还真的被你找到了，可以，咱们赶紧掏一掏。怎么了？里面黑漆漆的，看不见啊！哈哈，你让开，看我直接给他一斧头。飞哥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这荒岛上居然有花生和玉米，这老鼠从哪搞来的呀？这个很有可能是候鸟飞过来的时候拉下来的粪便吧，或者是海鸥在海上跟着游轮飞的时候别人投喂的，然后就拉在这个岛上吧。除了这个理由，我想不到其他的原因了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有了这些东西，咱们以后的生活不用愁了。这里的雨季气候非常明显，特别适合这些农作物生长。哈哈哈。在找到这些种子之后，我们便立刻开始了种植。但是我们只有最原始的肥料，加上种植技术也不达标，土豆收获了1期，但收成也不多。人们都说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都会变得越发的成熟稳重，但我和华子好像是个例外。转眼间我们已经搬到新的家园快半年了。这一日我们去了一趟西沙滩，就是之前捡到很多海洋垃圾的地方。我们捡到了10几个破旧的易拉罐，华子捡到了一个完整的足球，可是已经散起了，但我们还能没事踢着玩。飞哥，你看我居然捡到了一个足球，哈哈，不是我跟你吹啊，我上学那会足球踢得非常好，是学校的主力，要不是后来家里没钱，绝对是国足版的罗纳尔多。我操，你真不要脸，你就这怂样还罗纳尔多，你罗个芭蕉差不多。小看人了不是，回头咱们较量较量你就知道了。行，咱们先把这些东西给整回去吧，晚上我有个大计划。什么大计划？飞哥，这些是什么东西？你从哪搞来的呀？华子，听说过1硫2硝3木炭吗？没，这是什么呀？嘿，这我可得跟你好好说说了。有了这些东西，咱们就真的牛掰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白色的是土硝石，记得咱们之前暴风的时候躲雨的山洞吗？上次烤火的时候，我发现墙角有一些这个东西，但是不确定，所以我就刮了一些下来。而这个黄色的粉末，其实是沙滩上的石头磨成的。我很早之前就注意到了，随便找几个的在一起碰撞，就会有一种烧灼的味道，应该是含有硫磺的石头。所以我找了一些纯度比较高的硫磺石，木炭就是咱们生火的时候剩下来的。如果这个实验能够成功，那就代表了我们可以制造黑火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天，就这几样东西就能制作火药？如果成功了，那岂不是可以制作炸弹？是啊，所以我说这是个大计划呀。而且岛上的土硝石和硫磺特别多，现在我按照比例给它均匀分配一下。今天就是咱们见证奇迹的时候，你去找根木棍，咱们尝试着点燃，看看它能不能爆炸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，老天保佑，福生无量天尊。飞哥，当心点啊！放心好了，这件事我10拿9稳。怎么会没用？难道配方不对吗？刚才多加了硫磺，感觉火比之前的要大，这次多放一些硝石看看。我操你猴子，华子，我成功了！我看到了，就是刚才的火星一闪，对吧？不可思议啊！不过这就是黑火药嘛，我感觉爆炸力不强啊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们刚才并没有任何包装，只是将它们混合在一起就能产生爆炸了。那你想一下，和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摔炮是不是很像？
那如果我们用竹筒给它2面压实，再插上一根引线，点燃引线之后扔出去，威力肯定会变得更大。那还等什么呀？我的天，我们要是能制造出这种炸弹，那就无敌了，什么猴子、老虎之类的，统统一炮干倒。我也是这样想的，所以现在需要你去砍一些竹节，我还是继续研究一下具体的比例和配方。好，我这就去弄。天哪，你们居然在荒岛上研究出了炸弹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？那后来你们研究出来的炸弹威力怎么样？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算炸弹吧，就是一种黑火药，但是对于我们在荒岛上来说，已经足够用了。我们掏空了竹子，在里面压实火药和一些碎石，因为经过我们测试，单纯的火药爆炸并不能产生多大的破坏力，但里面加了一些尖尖的小石头之后就不一样了，能把树皮给炸开。华子，马上就是见证我们奇迹的时刻了，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我早就已经饥渴难耐了。还真别说，有了这个黑火药之后，我们整个人在岛上的底气一下就上来了。以前还担心什么猛兽大虫的，现在不管到什么地方，只要带上竹筒炸，心里都十分安稳。飞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不知道，这地方没来过，地下和墙上亮晶晶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操，飞哥，我怎么感觉这个东西有点像钻石啊？我勒个去，华子，咱们2样发财了，这一片可能真的是钻石矿。那还等什么呀？咱们赶紧挖啊！哈哈，如果能带回去，那咱们的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啊！好，你在这里挖，我回去拿桶和斧头。我丢，这么多钻石，随便抠一点回去都发了，看来还真的是老天眷顾啊！本集播放完毕，请您点赞、评论、分享，下集更加精彩。寻找钻石和挖钻石的过程非常过瘾，就像中了彩票的头奖一样。虽然我没中过彩票，但是非常上头，快乐无比。我和华子就像海绵宝宝和派大星在海底抓水母一样，完全不知疲惫，满脑子都是璀璨的钻石，从天亮挖到天黑，甚至一整天都没吃东西。我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咱们还在荒岛上，还有很多未知的危险。坤坤还在那个山洞里，还有我们种植的蔬菜和土豆，为什么就像魔怔了一样在乎这些没用的石头？但华子这个时候已经入魔了，尽管眼睛里面已经都是血丝，手指都磨破了皮，但还是在不停地挖。这应该也算正常吧？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抵抗得了钻石的诱惑。飞哥，怎么了？华子，你饿不饿？不饿，挖几块再说。不能挖了。为什么呀？你想一下，我们是来干什么的？我们现在又在做什么？我们的土豆和蔬菜盒收不收了？饭还吃不吃了？我们挖了这么多钻石有什么用？累垮了怎么办？这虽然是漫天的富贵，但如果我们被迷了眼，生活怎么办？飞哥，你说的对，我们挖了这么多钻石，如果不能离开小岛，又有什么用？荒岛上还有各种危险，谢谢你点醒了我，的确不能挖了。是的，咱们已经挖了大半桶了，走，回家吧。好，回去吃饭，刚才还没发现，现在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。华子，你说我们能够用这个黑火药填到竹节里面制作成竹节炸弹，那咱们可不可以做成竹子枪呢？如果能做竹子枪的话，那可就太厉害了。至于你刚才说的锄头简单了，用尖石头和木头绑在一起就能弄。做枪，竹子枪会炸膛的，到时候别把手给崩了。咦，不对，我记得我们船长好像有一把枪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船长有一把猎枪，只是没有子弹了。我操，船长有枪，那你为啥不早点说呀？枪在什么地方？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有一次我和船长去钓鱼，结果遇到鲨鱼翻船的事情吗？枪掉海里了，逃命的时候谁去想那玩意啊？我丢你个大头陀螺！你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了？搞得我心情就像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。要是有枪的话，咱们现在有黑火药，那绝对可以横着走了。那没办法，也想不起来那把枪掉在哪里了。飞哥，你来岛上这么久吃过龙虾吗？要不咱们明天搞点龙虾尝尝？龙虾还没吃过呢，不过这岛上我还没有发现过龙虾呢。你会抓龙虾？是啊，我以前干导游的时候跟一些网红抓过，可好玩了。龙虾一般喜欢藏在珊瑚礁的缝隙里面，所以不会爬上岸，你自然就看不到了。而上次咱们在海岸线捡到足球的那片沙滩不远处，就有一大片的珊瑚礁，咱们不是还剩一些铁丝吗？搞几根竹子，做一些竹刺，就可以去抓龙虾了。实在是没想到啊，你还有这手艺。行，那咱们明天就去抓龙虾。华子，你确定这下面就是珊瑚礁吗？那当然了，我先下去了。我靠，来真的呀！飞哥，
是北方人，不擅长水性很正常。你等着啊，我多抓点，晚上咱们吃烤龙虾。后来华子在下面抓了大概4、5条龙虾，回去之后我们便开始做盐焗龙虾。还别说，这些海鲜和现实生活中的海鲜味道差别真大。看着火架子上烤的滋滋的龙虾，我和华子都狂咽口水。这野生的番茄就是小啊，都已经加了很多肥料，看来就是品种问题。哎呦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飞哥，我被蛇咬了，不会死吧？我怎么感觉凉飕飕的？凉飕飕的可能是因为天气转变吧，我也感觉有点凉。没事，你别瞎想。其实说真的，我当时真的挺害怕华子会中毒死，因为我们虽然有一些食物，但也仅仅有一些食物而已，没有其他医疗物资，我只能用盐给他敷在伤口。那段时间，华子的一条腿肿得老粗了，都不成人样。华子，这几天你就安心养伤吧，等恢复了之后，咱们再去探索其他地方。好的，飞哥，你也去休息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别胡思乱想，知道吗？没事的，那条小蛇我也看了，虽然有毒，但是毒不死人的。啊，被蛇咬了，那没有医疗物资，华子最后死了吗？看你问的，当然是没死啊，这个家伙这么搞事。不过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去看他的时候，发现他并不在房间里面，不知道他去哪了。我担心他出意外，于是就出去找他，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躺在海边的礁石上，而旁边就是当年为我治疗的美人鱼。你是人鱼公主？你好呀，人类，又见面了。这个人是你的朋友吗？是啊，小公主，这个人是我的朋友，他怎么在这里啊？你怎么也来这里了？哦，我们的族群准备迁徙了，所以我过来和你打个招呼啊。但是没想到刚上岸就发现这个家伙从礁石上跳下去，我还以为是你呢，于是就把他捞了起来。他好像中毒了。是的，我这个朋友昨天收玉米的时候被蛇咬了，中了蛇毒。哎，他肯定是不想连累我，自己寻死吧。多谢了。对了，你刚才说你们族群要迁徙了，为什么呀？哎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污染太严重了，人类排放的核污水已经蔓延到这片海域了，所以我们可能会去南极，也有可能去归墟深处，那里或许还有一片净土吧。好了，见到你真开心，我给你的海螺还在吗？在呀，我一直都收着呢。那个什么，上次你来，我没什么好招待你的，这次说什么也要吃点东西啊，就当我们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吧。还是算了吧，我一会就要走了，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见了。那你等我一会，我也送你一个礼物，在这里等我。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好送你的，这个石头就送给你吧。谢谢你的礼物，我很喜欢，我会永远珍藏的。那就祝福你一路顺风哦。好呀，我从海底过来的时候发现了一把猎枪，也顺便送给你吧。这样一来，你们在岛上就可以有一定的生存能力了。好了，我走了。我被美人鱼救了。美人鱼长什么样子啊？你之前真的见过她？我书读的少，你别骗我呀！看你这话说的，我是那种骗人的人吗？真的是被美人鱼救了，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。美人鱼除了救你之外，还给我们送了一把猎枪呢。嘿嘿，有了竹子炸弹还有猎枪，咱们以后在荒岛上可以横着走了。走，赶紧起来，咱们这就打猎去。我看行，那咱们这就走吧。本集播放完毕，请您点赞、评论、分享，下集更加精彩。